毫不誇張的可以說，這是我見過最震撼的地方。這裡海岸如披，山海對撞，千丈絕壁生生截斷了大西洋洶湧的咆哮。斷崖斑斕，层層裸露的岩層，解構着地球最原始的野心。海浪研磨碎石，飞沫撞擊灘塗。我們現在穿過這條隧道，就會進入一個最古老的世界。這裡山峰粗礪，岩脊峥嶸，化作遠古森林的巨大托盤。繁枝重疊，林影晦暗，每一寸綠意都沉澱了千萬年的水分。现在就是要靠近這個火山口。這裡黑沙如海，枯綠搖曳，灰燼吞噬房屋。是，好熱。尚未冷卻的土地，使地心原力在萬丈深處蓄勢待發。這是拉帕爾馬，一座在火焰中淬煉，在雲霧中重生的美麗之島。Hello， 朋友們，早上好呀！吃個早飯，接下來就出發去探索拉帕爾馬。這兒有一個世界上最原始的森林之一，然後我們今天帶你們去看一下。走。在大西洋的東部，距離非洲西北海岸約400公里的海域中，有一條由火山構成的群島。這裡是西班牙的加那利群島。而拉帕爾馬是其中最年輕也是最綠的一座島嶼，因此被稱為美麗之島。這裡的植物都好特別，這個島上有很多全世界其他地方沒有出現的植物。拉帕爾馬所在的加那利群島也被譽為大西洋上生物孤島，因其獨特的地理位置和多樣的微氣候，擁有極高的生物多樣性，並擁有大量特有物種。在前往原始森林的路上，我們被海邊的風景吸引了目光。我現在心情非常的激動，因為研究這個地方的時候，根本沒有任何人在講這個地方，然後來到這兒，發現這邊有這麼漂亮的徒步路線，沿着這個海岸。這條鑿刻在絕壁上的窄徑，緊貼着垂直岩壁，探向深處。左手是數百萬年靜默堆疊的火山記憶，右手是洶湧咆哮、永不停歇的大西洋深淵。我們順着階梯涉階而下，仿佛正走入大地裂開的縫隙。毫不誇張的可以說，這是我見過最震撼的地方。色彩斑斕的斷崖直插入深邃的大西洋，露出了深埋地底的五彩褶皺。哇，你們看，哇！走到了這邊的斷崖下面，就能看到一層一層的它的火山岩，顏色不一樣。這些絢麗的斷崖其實是拉帕爾馬島幾百萬年的火山日記，每一次噴發留下的熔岩，在漫長的歲月裡被氧化成了鐵紅與硫磺，而大西洋的海浪化身為最鋒利的雕刻刀，垂直切開了大地。濕潤的海風不僅加速了礦物質的化學反應，讓色彩愈發鮮豔，才讓我們有機會窺見這抹深藏地底的礦物色彩。
每一次的轉彎都有一個驚喜。這兒就有一個黑沙灘。當我走進這片沙灘的腹地，向上仰望，近300米高的墨綠色斷崖，如同神廟的圍牆，將這片黑沙灘禁錮在荒野之中。當熾熱的玄武岩熔漿奔向海洋，在入海的瞬間被冰冷的海水急速冷卻、炸裂，化作無數細小的晶體。這種原始的力量會讓你感到自身的渺小。此刻的我正站在地球最年輕的土地上，感受着這顆行星跳動的脈搏。這裡的斷崖好高，給人一種壓迫感。不知道視頻裡可能看不出來，但是我站在它下面，覺得我好小好小。我们现在来到了整個世界保留下來的最原始的森林之一，這裡各種植物、鳥類的物種特別多，特別豐富，很多都是整個世界其他地方都沒有的，獨一無二的。我們今天去探索一下。森林的入口是一條深邃的隧道，它不只是岩層間的通道，更像是一道連接平行世界的時空裂縫。而我們也將從紛擾的現代世界跨入遠古的秘境，步入那片被時間遺忘的原始叢林。這裡是拉潘瑪島的月桂樹林，眼前的這片蒼翠，實際上是一場跨越了千萬年的生態幸存。早在大概6500萬年前，這種常綠闊葉林曾橫跨整個北非與地中海盆地。當第4紀冰河世紀席捲歐洲大陸，抹去無數生命痕跡時，這片森林憑借着北大西洋溫潤的懷抱，奇蹟般的幸存至今。它不是普通的樹林，而是一片活生生的關於第3紀原始生態的時間膠囊。第一個感覺呢，這裡的空氣非常的濕潤，然後很多鳥在叫，然後很多水。這些斷崖雖然看不到這個後面的石頭，植物太茂密，就全是水流下來了，特別濕潤的環境。然後當然這個植物也非常茂密，我們看一下。步入林間，你很快會發現，這片古老的月桂樹林並非生長在平緩的土地上。由於拉潘瑪島擁有劇烈的火山活動，整座島嶼的地基是由層層疊疊的岩漿岩構成的。這種堅硬卻脆裂的玄武岩，在地殼運動中被無情地震碎、撕裂，於是這片遠古的森林就直接扎根在深邃的峽谷與斷崖之間。
其實你們會發現，這個島上其他的地方並沒有這麼多的這麼高的樹，很多地方都是比較矮的植物。其實所有的加那利島都有一個趨勢，每個島的北部降雨量比南部多很多，是因為這裡穩定的有北面的風吹進來，島的中間有比較高的火山口，形成一個比較高的山，所以這些带雨水的雲吹進來的時候，被这些山往上推了过後，冷卻過後就開始下雨了。所以說北邊降雨往往比南邊多很多。每向前一步，腳下的泥土越來越濕潤，四周的綠意變得愈發濃稠，大西洋的海浪聲也遠去一份，取而代之的是遠古森林特有的靜謐。我們正一步步深入這片時間盲區，去探尋那些被雲霧封存了千萬年的生命秘密。這個房子裡是什麼？有點不敢看，我膽子太小了，怎麼辦？可是這種森林裡邊長得孤獨的房子，誰敢進去？我不敢，對不起。爬上来了。我已经看到了，快到了。我终于到了这个觀景點，但是這裡展開的整個森林的風景確實很震撼。走出那片千萬年的遠古森林，我們回到了拉帕馬的小城聖克魯斯。它是大航海時代通往美洲的最後一座海上前哨，也是三毛筆下寧靜溫情的避風港。我感覺很多人知道三毛在撒哈拉生活過，但是不一定知道她也在這個小島生活過。我們現在去看三毛生活過的地方，還有她老公荷西在這兒埋的地方。很可惜，她老公很早的時候，20多歲的時候就在這兒去世了，然後就埋在這個島上。為了紀念三毛與荷西，拉帕馬特意設計了三毛之路導覽卡片。這份小小的導引封面是荷西與三毛的剪影。剛才工作人員看到我們拿這個，就給我們這本書講三毛的故事，然後中文的都是最後一本，也非常幸運。翻開卡片的那一刻，三毛與荷西的生活仿佛歷歷在目。現實中的聖克魯斯在這一刻與文學裡的夢境重疊，那些文字裡的海風、陽光與瑣碎，穿過40年的光陰，正真實地撲面而來。這裡的當地人做出了這樣的一本
三毛路線，然後有很多他來過的和他生活過的地方。我們今天就想去，主要想去荷西埋的地方看一下。1977年，為了躲避撒哈拉的戰亂，三毛與荷西搬到了這裡。他們住在聖克魯斯的小公寓裡。三毛會去當地市場買菜，在陽台上寫作。1979年9月，荷西潛水時意外身亡。11月，三毛帶着傷痛離開了拉帕馬島。這就到了，這裡好漂亮，環境非常棒，是一個墓地。在那之後的12年裡，三毛走遍了萬水千山，寫盡了人間煙火，卻再也沒能找到第二個能讓他安心的避風港。找到了，就是在這兒，三毛的老公荷西埋的地方。這兒有這樣的一棵樹，一個海螺以及很多塊石頭，全世界的人，還有很多中國人寫的，裡邊還有他的《Stories of Sahara》撒哈拉的故事一本書，以及《親愛的三毛》一本書。我們這些後來者站在他曾眷戀過的海邊，似乎能夠開始讀懂他的作品。原來這世上最遠的流浪，不是跨越大洋，而是那段回不去的往事光。As spectacular as it is dangerous, tonight the ongoing volcanic eruptions on the small Spanish island of La Palma are triggering an unstoppable slow-motion disaster. The Canary island of La Palma has been evacuated because of the ongoing eruption of a nearby volcano. 就几年前，2021年的时候，这個島上發生了一次特別大的火山爆發。那個時候，很多房子被岩漿覆蓋。那我們現在就要去親眼看一下這一片區域。現在這個地方還是有點危險，有很多有毒的氣體以及溫度很高的地方，所以需要跟着導遊進去。所以我們今天報了個團。We today, as visitors, we must stay always inside the path, yeah, to avoid to leave handprints everywhere in this landscape, yeah. So if the wind blow away my hat, then this hat is gone, yeah. 當我踏上這片黑色的焦土，多年前火山噴發的新聞重現在眼前。現在這一片全是火山爆發過後留下來的火山岩、火山灰。曾經震裂天地的怒吼，如今只剩下風聲的呼嘯和遊客窸窣的腳步聲。Chronological order of apparition were always shortest one from another, always less time duration. 剛才導遊說，一般這個火山噴發的趨勢就是越來越小，時間也越來越短。但是最近的這一次，2021年，他們都估計錯了，它比上一次噴發時間長多了。所以說，大家可能也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必須得走到這個規定的道內，左右都不能踩，必須得保證它原來的樣子。這片新熔岩地表下部分區域不僅保持着幾百度高溫，而且極脆的地壳隨時可能發生坍塌。但同時，這些剛從地幔深處吐出來的黑色泥土，對地質學家來說，它們是解碼地球演化時最原始也是最寶貴的資料。
看着這些樹好像不高，但實際上它們大部分都被埋在下面了。能想象它們實際上有多高，很有意思。這些松樹有一些高聳，有一些却像矮叢林，但其實它們是被活埋的巨人。厚達幾米的火山灰像黑色的雪一樣，瞬間拔高了地平線。所以現在看到的小樹，在黑土之下可能藏着一個龐大的身軀。靠近火山的核心區域，綠色徹底退場。在噴發的剎那，這些樹被幾百度的火山熱流瞬間碳化，被岩漿的餘溫永久地定格成了黑色的酵素。這有一條岩漿從這兒流下去了，然後把這一條的這些樹都燒了。其實周圍的這些樹都是好好的，但是這兒有一條很明顯的全是死樹的部分，就是當時岩漿從這兒流下來了。那些曾經直向天空的松樹，如今只剩下焦黑的碳化的剪影。站在這裡，與其說是感嘆，不如說是敬畏這一股來自地心的原始力量。這一場地幔深處的怒吼，在摧毀森林的同時，也塑形了島嶼的輪廓。滾燙的熔岩不光衝破海岸線，還在大西洋上誕生出近50公頃的新生領土。And if you leave your hand enough inside, you will take it out kind of humid. Yeah? And it's usually a good point to understand 是好熱，然後有一種濕濕的感覺。深層的地下水緩緩蒸騰，浸濕地表的火山灰，讓荒涼的焦土也變成了生命最肥沃的溫床。現在就是要靠近這個火山口，它有一個很亮的黃色的顏色在上面。荒涼、孤寂，這份來自地球最原始的力量，試圖用黑色抹去人類與地表所有的顏色，而通向地球核心的火山口，卻正露出它詭譎與瑰麗的面目。站在這道黑色的邊緣，你突然會讀懂這絢麗島嶼的真相。生命其實是依附在毀滅邊緣的一場僥倖。肥沃的火山灰賜予了森林法貌，而滾燙的岩漿隨時可能收回這一切。我們所讚美的壯麗，本質上是大自然一次漫不經心的呼吸。面對這場彩色的荒涼，人類唯一的尊嚴，或許就是在灰燼旁依舊保持着重建生活的勇氣。